Hello，大家好，呃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105夹器的分解和保养。这个夹器是大概6年前的，用的时间有点久了。这是几个的？这是4个的扳手。先把刹车皮先拆下来，刹车皮先背到一边去，我们先用不到它。这个也用不到，先给它放到一边去。它的这个书轴的连接方式呢是，用这2个螺母是锁住这个书轴的螺丝的，所以我们先要把这2个螺母解开掉，解脱。我们拿一个活扳子，应该拿套筒的，或者带扳子无所谓了，松下来就好。松开了，也松下来了。好了，扳手可以放一边去了。我们把这2个螺母拆下来，然后这个书轴的螺丝呢就可以拿下来了。我们用一个3个的扳手，记得啊，它这个其实它这个螺丝很软，记得插到底，千万不要插到一半，很容易就滑掉了。就是稍微带一点劲，握住啊，它这个松开的一瞬间就会崩开，所以你要握紧它，会带点握住它。它已经解开了，好，它就崩开了就。我们把它穿好类。这个书轴螺丝呢是有2个，它俩不一样。这个长的呢是外侧的，我们到时候记住，可以装一半又退回来。可以看到这个轴承座上有很多的灰尘，包括这个滚子，也就是缺油，明显的缺油，沾了很多浮灰，放到一边去。这是它的推力轴承，这里面会积非常多的灰，可能外面看着还行，其实里面很糟糕。这个我们一会儿处理它，然后再来解脱这一边。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要短一截，这是后面的。记得不要把这个垫片弄丢了，要备好。看前夹器的背封面其实还可以，后夹器就比较惨不忍睹。把这个弹簧拧簧拿下来，然后这个轴承也拿下来。好，我们先做一下这个外观清洁。我使用的是酒精棉片，之前剩的很多。还有这些螺纹，一些油啊、沙子呀、灰什么的会积在这上面，所以大家最好给它弄一下，给它搅一遍。这个轴完事儿。然后它这2个书轴呢，是有一个4伏衬套，看到没？这有个4伏衬套，我们把它简单的扫一下就好，简单扫一下就好。轴承窝，一个螺丝窝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些零部件大致已经洗的差不多了。其实这个锁定机构它会发色，但是这个没有办法，我们打不开它。我们不要去动它，就是打不开，动它没有必要。这几个书轴的螺丝，给它擦一下，擦得干干净净，不要有沙子什么的。然后螺母我们也擦一擦。然后重头戏呢，其实是这2个平面轴承。我不知道我这个脏不脏啊？我们来看一下。
然后打开它的话，其实还是小麻烦一点的。我们用磁铁打开它比较合适一点。可以看到，哎，其实还可以啊。这个铅夹漆的轴承真干净。我们换一张新的纸巾。它的滚珠呢是从背面装的，所以这边呢我们可以直接就是擦就好了。然后，烤耐心的事情到了，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把它拿进去。因为我没有那个叫什么苹果酱，所以我有用拓竹的润滑脂。这个润滑脂呢，没必要搞太多，其实，因为你搞太多的话，会疯狂的那个积灰、扎灰什么的。它里面有润滑脂，能练起来就好。我们另一边同理。OK，总结不错。好，下面呢就到了这个组装环节。没有，还有一些需要保养的位置。我们把这个棉签上面稍微来一些润滑脂，然后用手把它均匀的涂在棉签上。干嘛呢？就是把这些四氟管上面涂上薄薄的一层润滑脂，然后我们再来一点润滑脂。也不用了，手上就有这些，我们不太够。刚才我擦了一下，在这个梳轴上面，螺丝上面稍微涂上薄薄的一层，不用涂很多，就是保证这个梳轴啊，它这个不要干巴就好。你想想，它不锈钢镜面的，然后又是四氟的，所以它不是太需要润滑，更多的是防锈这个东西。这都发黑件儿，什么发锈的呀？好，我们进入了最难的部分——组装。对，还有一个地方，这里，我涂一层，要把它这里，然后这个文字，来一层。这个油的部分呢就已经完事儿了，然后我们开始组装。组装呢，我们先组装支架和它和弹簧。把弹簧，先这样，先把这个带爪的面冲下，把它放进去，然后把弹簧挂上，它放进去先，这样挂住弹簧。其实后挂也行，然后选一个短的梳轴螺丝放进去，轻轻的上去，用3个的扳手放一下。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完工了。最痛苦的环节来了，就是你需要是一个握力很强的人才能顺利的把另一边
也上去。这个是我最讨厌的环节，没有之一。把它也挂上去。的这个滚子和这个斜坡要搭起来，然后你需要使出极大的握力，而且就算你挂上了，你还要往前推一截儿啊！这好像没锁上，再往后试试。哎，上去了，这次很成功。捏一下试试，继续把它锁紧。记得啊，大家记得一定要把这个六角插到底下，插结实了，再开始转。这圆面上紧了，我们把它的锁紧螺丝挂上去，然后打紧它的锁紧螺丝。加气的维保就已经结束了，可以看到嘎嘎性的，非常的丝滑。剩下呢就是调整刹车皮了，这个大家就不用讲了，都会应该。好，谢谢各位观看。